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啊。前不久啊，有一个东北的朋友哈，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哈，我们好久没见了，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很熟哈，只是认识。然后他突然就发给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他双盘的那个照片，双盘腿确实做得很好哈。还有呢呃就是大马步站桩的这样的照片。他说呢，他说某某老师这个做的非常非常好，然后说自己的腰啊、骶髂呀、关节等等都松开了，他先说了某某老师松的很好，说他呢现在也做到了，也做到之后呢，然后就问我情况是不是也做到了，说过去记得说你也会双盘或怎么样，说现在是不是还保持这样的功夫哈？然后他就说什么呢？说我看了梁安时空啊，说看到老师只是带着大家就练这个竖立、练富贵婴儿。讲这个用爱护生命，说就都太简单了。说老师怎么不带着练功夫呢？就跟我探讨这个功夫的问题。然后呢，我就跟他也分享了一下我的一些观点，我对功夫的认识怎么样，什么样叫做功夫哈。然后呢，也谈了一些之后，大概也有了一些共识。正好前2天呢，我收到了一个同学的一个信息，然后呢，我就想和这位同学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之后呢，你看表明我对功夫的认识，什么样是叫真正有功夫？因为这个信息是一位老师给我发来的，他呢这个信息就真正的展现出了什么是真正的功夫。这是洛阳的一位老师哈，是谭丽丽老师，是小学的老师。我念他的分享，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讲一下哈。他说：“李老师您好，我是群里的谭丽丽，是一名小学教师。说5年来，我和妈妈一直都是梁安时空忠实守候者和倾听者，也一直想着写一下梁安时空给我们一家带来的巨大变化。说妈妈的变化最让我感动。以前的妈妈呀，爱发脾气，遇事呢想不开，晚上睡不好。现在妈妈整个精神面貌特别好，根本不像80岁的老人。天天呀特别开心，即使遇到一些不好处理的烦心事儿，妈妈也能想得开，用李老师课上讲的道理把课上讲的运用到生活中，让事情解决得非常完美，和我们几个孩子之间的一点代沟都没有，一家人和谐欢畅。说这一切都得益于李老师您的无私的付出。首先讲了自己的母亲的变化，母亲过去的脾气、过去的状态，通过学习之后，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些道理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好多看似棘手的问题，用这个道理解决，很容易就变得很顺畅了，变得很好了，解决得很完美了。而且呢，母亲和孩子之间也没有代沟，一家人和谐欢畅。这是母亲学习传统文化它的一些变化。他说我的变化呢，我是一名常年担任毕业班英语教学的小学教师，6年级学生特别有叛逆性格，让我每天心情烦闷。现在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小孩也不太听话哈，说经常对着学生发脾气。说我就把烦恼告诉了妈妈，妈妈说李老师讲过，先转变自己的想法，多为学生着想，还经常给我发您讲的课。说慢慢的每晚睡前必听1节课，我改变了许多，逐渐融入了学生的生活，和学生的关系越来越顺畅了。成绩从4年级，他说括号是4年级我接手的时候呢，是全年级最差的一个班，是倒数第一，变成了到6年级的时候5个班第1名。你看，是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讲了自己的一些变化，这个在工作当中遇到学生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过去是怎么样办？现在怎么样做？说现在呢，我马上退休了，我终于可以教我的专业美术了。可能过去他的专业是美术哈。说我带着爱心和热情给孩子们讲课，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每次上课，学生都会欢呼一会儿，哇！看到老师来就特别高兴又要上这个美术课了。被孩子们围着的感觉太幸福了。孩子们说我们最爱上美术课了。说稚嫩的声音在教室里响起，是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教育的力量这就是梁安时空带给我教学上的
巨大的变化，就工作中的这种巨大的变化。不但这个，还有他说在上班的空余时间，我还会带一些年轻的老师一起练习复归婴儿，就不单单我自己这样做了，对我自己有益，我把好的东西呢还分享给别人，说让他们锻炼好身体，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说退休以后我也有足够的时间来锻炼了，真心希望临安士会能够长期办下去，让更多的人和家庭受益。谢谢李老师我为什么分享韩丽丽老师的他的这个体会，就说要去回答那位同学问到底什么是功夫呢？大家想一想，到底什么是功夫呢？这个功夫大家注意它不是一个说你学习传统文化，说你就变成一个移动的图书馆，我到这儿我就可以讲，我可以背诵这些条目，背诵这个传统文化这些经典，就像个移动的图书馆一样。你也不能变成什么呢？我就是一个肢体的表演者，到哪我做什么动作给你看，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不应该是这样，而应该是什么呢？通过学习传统文化，通过锻炼来变化我们的气质，提升我们内在的修养，用我们提升了的内在的修养带给外在的生命状态，让显现出在外面的生命状态呢发生美好的变化。大家想应该是不是这样？应该是什么？向内扎根，向外生长。那具体来说呢，我可以大概分成我从这几个方面来说你第一个，我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我个人的身心健康水平有没有提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一个是心，当然也可以是总体，就一个大的方面，你的健康层次。健康包括你身体健康，你的情绪健康，遇到事儿，过去容易着急，现在着急不着急？就像谭林老师讲的，他的母亲，过去容易着急，容易脾气急，现在不急了。过去遇到事不知道怎么，现在我知道怎么去处理了，身体变好了，内心情绪精神状态也好了，而且智慧也提升了。遇到事过去处理不好的，现在能处理好了。这是什么？这是功夫啊！大家想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功夫。就第一点，你的身心健康水平通过学习传统文化，通过锻炼，我是不是得到真正的提高，而不是说每一天就是到一个地方去锻炼，到一个场合去活动，就做成什么，就是一个社交的需求。有的人把锻炼在一块儿当成一个社交的需求，反正我到那儿去了，一块儿聊聊天，好像怎么样，但没有真正带给自己身心的这种美好的变化。所以这是我觉得是第一点，就是你是不是身心健康水平提高了。第二点，家庭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或者修心之后，我的家庭变得和谐了，或者比过去是不是在家里过着舒服了？就像谭林老师讲的母亲跟孩子之间没有代沟，一家人其乐无穷，和谐欢畅，这是什么？这是功夫。这刚才讲第一点，自己的身心健康水平。第二个，家庭就向内扎根，向外生长。向内扎根是修的，向外生长是什么？是帮助大家，帮助别人。首先帮助家庭，家庭是吧？变得更加美好了。这是功夫。那第三点功夫是什么呢？工作，就像谭林老师自己一样，那是老师。我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我的工作变得怎么样？过去看到学生调皮捣蛋就烦了，现在怎么样？用爱去工作，把爱带进什么？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把爱带进课堂。整个教学发生变化了，从整个全年级最接手的时候最差倒数第一的那个班级，成绩到他4年级接手，6年级的时候，变成了全年级第一的第一的班级。这是什么呀？这是功夫啊！所以功夫不在于说我能不能劈个横叉，我能不能双盘半个多长时间，我马步站桩我能站多久，我胳膊我那个弯腰能怎么样，当然那个也是功夫，也是功夫。但我觉得真正的功夫，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本质属于的社会性
是社会性啊。那么我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我对这个社会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好的变化？你看谭林老师他真的给了明确的答案。那最后后面还有，你看谭老师讲说，我自己上班的空余时间，我还怎么样呢？我还带了一些年轻的老师一起练习富贵婴儿，让他们锻炼好身体，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什么呀？不单纯自己的工作了，还要想为社会力所能及的做自己的贡献。一个人能力可能有大有小，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有一颗这样的心，我要为社会还做一点什么。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功夫是什么？从这4个方面，就是这个分享里面真正谈了这4个方面：一个自己的身心健康，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工作，一个是为社会的贡献。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能把日子过好，把人做好，把事儿做好，第一，你就已经在练什么上乘功夫。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把日子过好，你日子过好要怎么样？你身体要好吧，家庭要好吧，对，把人做好。你整个学习传统文化就是往内扎根做人的这样一个功夫。一个是日子，一个是人，再一个什么？把事儿做好，把日子过好，把人做好，把事儿做好，你就已经练什么？练上乘功夫了。大家可千万不要认为上乘的功夫就得是什么什么奇怪的姿势，什么什么奇怪的一些意念，什么什么，不是这样。大道至简，这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我做传统文化工作已经有30多年了，我见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就那些很踏踏实实的，就真的努力的通过学习把日子过好，把人做好，把事做好的人，真的你会觉得他很幸福很快乐。这是什么？这是功夫的真正的实质啊，功夫的本质。而所有功夫的锻炼，所有的学习，其实都应该指向一个方向。哪个方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所有的功夫指向都应该指向那个方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把日子过好，把人做好，把事做好。如果这几点做好了之后，那你其实你真的就在练最上乘的功夫。如果这个方向是错了的，或者说这个方向错，也就是你的路，你修行之路没有通向你的目的地，没有通向这个目的地把日子过好，把人做好，把事做好，或者说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修行的路径没有通向这个目的地，那么再花哨的路径都没有用处。这个路很美很漂亮，可是你没有通向那个目的地，那都是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梁安师公讲这么多年讲爱，讲安静，讲在生活中如何应用这个东西，把爱和安静用到生活当中。后面大概我相信我准备的课大概有一个月吧，1个多月的这样的课，就讲一个主要什么内容。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的生活中应用了，我们还讲一个根本锻炼的核心。这功夫一个在生活中这应用，再一个往内求，往内扎根，往外伸，往内扎根要扎什么根呢？当然一个慈悲之根，去明了自己内在那颗良知。同时还有什么呢？还要练这个安静，练这个安静。在社会上这些锻炼就好像是练性功一样，生命中练命功叫性命双修，练命功。这个命功并不，大家注意大家一说到命功就得打拳做这些动作，当然这是了，然而更核心更根本的，你没有安静的这样的动作锻炼，那不叫真正的命功锻炼。那个真正的命功锻炼一定是在比你平常的生命状态思维状态更深入安静状态下进行的，那才是真正的命功锻炼。不然的话只能是叫做什么身体锻炼。
叫体育运动、身体锻炼，是你在真正在安静的这种状态下，这种安静不是一般层次的，更深的安静状态下指导的什么形体的这种运动、这种锻炼，才能真正谈得上命功的锻炼。没有安静，没有真正的沉静下去，你谈不上你在修命功。哪怕你在练这些动作，你也不是在练命功，只是练身体的一些活动而已。那就从反正这个之后吧，我们大概得有1个多月的时间，我就会讲这样，要带大家练这个更深入的这种安静啊，希望大家到时能够跟得上啊，就是怎么样能够静得很深入。那么今天讲的这功夫啊，就是说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这功夫体现在自己，在家庭，在工作，在社会。那么我再提几点，比方说对待自己，对待自己呢，要用传统文化，要调节自己的身心。你不能跟自己什么呀？不能跟自己老较劲儿，老别扭，什么事儿装在心里面，哎呀，很难受了就生气呀。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平常都会说的话，说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就你身体把那个错的你在这较劲儿。有什么事想不开就憋在这儿啊，一点小事斤斤计较，其实这都是干什么？都在跟自己较劲儿，都不是真正的爱自己，是对待自己，真的要用传统文化去调节自己的身心，不跟自己较劲儿。不是说这个我要学，那个我要学，什么东西我都要往里装。哎呀，一会儿参加个这个吧，一会儿参加个那个，一会儿学用不到。现在做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应该是加法，而应该是减法，减掉自己的烦恼，减掉自己的忧虑，减掉病痛，让自己精神每天醒来，那精神都是清爽的。不要用填满脑子里的各种东西来得到一种自我的满足，那种内在的自我满足应该是往内扎根，对自己要干这样一件事。而你往里面一扎根了，外面的很多事就束缚不了你了。大家注意哈，你要往外走，什么事都挂碍着你。你往里面，你的根往里面扎的，那么外面东西挂不到你身上来了。心无挂碍，物有恐怖。你看啊，你要往外走，什么东西都挂着。你往里面一收，你抽回来，抽身而出，外面那些烦恼忧愁挂不到你了。是对待自己的修心啊，就不能跟自己较劲儿。那么对家庭，刚才讲自己一个家庭了，那家庭呢，就是用传统文化，你要去修和睦，而不是跟家里怎么样去讲道理，做计较这个，就你总是要把你的道理就灌输给别人。家是讲爱的，讲和睦的，不是到处我要讲道理争输赢。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一定要赢过你，我一定要压过你，我一定要表现我对家里的贡献大，我一定表现我怎么样。这个我一出来之后，家庭很难得和睦。所以学习传统文化要修自己，对家庭来说要修和睦，不跟家里争高低、争长短、讲道理。我说清楚这意思没有啊？这是家庭了，当然还有很多，过去我们都讲了很多了。那么对工作呢？对工作要用传统文化，要练什么？练踏实，不和工作耍小聪明。那大家想什么呀？不跟事情，不跟工作耍小聪明。就是我工作之中，我就踏踏实实的、认真的工作，把该做的事情我用心去做好。你用心去做好了，你就修了一个什么？一个好的、专注的、认真的心。就像过去我讲的那个做茶杯的那个人一样，你天天敷衍了事，这个茶杯你不负责任，好了，你就练一个不敷衍了事的心。我工作中用传统文化练踏实，不和工作耍小聪明。这我相信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去做的。你在这做一份工作，你不管你是普通的员工，你还是老板，你总是你的工作，你不能工作耍小聪明。那么第4点是对社会了，
对社会呢，要用传统文化学习，要尽你的微薄之力，尽微力，不和责任躲着走。每一个人说我们讲大一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已经和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密不可分的整体。不是说那个是那是他的事儿，那是别人的事儿。今天是别人的事儿，如果你不去付出一定的不去承担某种责任的话，可能明天就变成你的事儿。所以对学习传统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和社会、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整体之中，我就要尽我的微薄之力，不和这个责任躲着。就像我们群里面，像李海鲜老师啊、宋志儒老师啊、王仁波老师，还有田英老师，每天有分享里面去在外面看着共享单车倒来，给他扶起来，垃圾这捡着放到垃圾桶里去，这就是一点点，好像看起来是很小一点小事儿，可是通过这个事，捡垃圾尽己心。这个责任看着，我不去，我就躲着走了。看到我把它捡起来。路上看到，这个车子倒了，给它扶起来。就我不跟责任躲着走，我这样的一点点小事儿，说天下大同世界，真的有这样一颗心。我们可能做不了说很伟大的事儿，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伟大的觉知。就人和社会是一个整体，这种伟大的觉知去做很微小的事儿，做微小的事儿，我觉得只有从这几个方面去做就是说，一个是个人的、家庭的、工作的、社会的，从这几个方面去做，那而且你去努力把它做好，我觉得那就是，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在修功夫。真正修功夫，你真的把这几个问题都做好了，那你就是修了最上乘的功夫。最上乘的功夫，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功夫就得是我会背什么什么套路，什么什么经典，什么什么做什么什么动作，我达到了身体，我把我的身体弄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态。当然那个也是功夫，也是功夫，但最核心的，对我们广大的群众来说，最核心的功夫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上面分析的4个方面：个人、家庭、工作、社会。当然你还可以说的更加具体一些了。总之吧，就是说向内扎根，向外生长。向内扎根的修自己，修自己之后我怎么样？用我修了的我的这个自己的这种状态去影响周围，去服务社会，就让这个社会怎么样也变得更加美好。我也希望我们两岸时乎呢，各位亲友都有这样的一份功夫观，有这样一份功夫观，把我们通过学习传统文化，通过锻炼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家庭更和谐，工作更好，我们周围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一起锻炼一会儿我们每一天呢，我们就是讲一些，然后呢，我们就在一起锻炼一些锻炼呢，就是我们一直也是这样做，练这个安静。到后面可能您下一次或者再往后的课，还要特别讲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更加什么能够安静下来好了，我们开始安静。安静，安静，敞开心胸。
启禀，爱啊，爱的觉知一下充满整个虚空。向上，与肩并。头领无限虚空，通天彻地，停留一个呼吸场，慢慢下落。两手经额头，面部，至胸，至腹，小腹，腹归婴儿。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向上。到命门，点手向前，到肚脐，点
手分开，脚分开，成后八字。安静。两臂慢慢前抬，抬起的不是胳膊，是安静，是空间。百会领着，身体微下蹲，身体放松，放松到虚空之中。心气相依，将神气内收于丹田，站在这儿，尽量从身体上看，所能动者皆不动，一动都不动。定住形，安定心。轻轻地觉知呼吸，头脑恍恍惚惚，像冬眠，像睡着了一样。全部的神气都回来了，往内扎根。安静，安静。
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尽量两手分开，安静。两臂阴掌侧起，安静。内心平静，抬起的胳膊是安静。成一字，安静，缩小。健康，放松，精神内守，觉知。安静，缩小。开，放松，安静，缩小。
松，两臂慢慢下落。注意，手指胸前吸气，外开呼气。换方向，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好，静坐静养。大家静坐静养。今天分享的这功夫观啊，就是过去曾经也讲过。第一条，你自己的身心健康；第二个，家庭和谐；第三个，工作；第四个，为社会所贡献。只有这样做啊，我们才真正走在正道上。你真的这样做了，你真的就在修最高级的功夫啊！在这儿也祝愿互联安时空的各位亲友，也感谢谭丽丽老师啊，祝愿各位亲友每个人啊，通过学习传统文化，都能够身心健康，家庭和谐幸福，工作顺利。好，大家安静，就这样养气啊，愿意多养一会儿了，坐着就多待一会儿啊。大家晚安，然后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收工的时间啊，安静。